Hello Hello， 胖妮儿来喽！胖妮继续讲《甄嬛传》，剧中安陵容和甄嬛真正心生嫌隙，是从安陵容送甄嬛皇上赏赐的浮光锦开始的。那是进宫谋生，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安陵容收到的第一份爱的礼物，对她来说意义重大，既是皇上的一份首肯，也是安陵容心生的希望。这要是华妃，早就据为己有了，但安陵容只给自己留了一件，把其他4件都送了出去，给了甄嬛2件。要知道，以甄嬛的家世，安陵容稀罕的东西没准只是她的稀松平常。再说甄嬛一向对人和情义比物件看得重，要不然也不会把浮光锦随手给了浣碧。当时弹幕里一片指责甄嬛不是的声音，都说甄嬛这么做，安陵容背叛也情有可原。为什么大家在看到甄嬛把安陵容送她的浮光锦转送浣碧时反应会这么大？其实这和中国人崇尚的礼尚往来关系莫大。首先肯定是表达心意的，实名感谢甄嬛之前的种种照顾。都知道安陵容家世不好，打小身边的人也不曾善待于她，养成了自卑又倔强的个性。好不容易得了个进宫的机会，还一波3折，要不是自己嘴巧，看门的嬷嬷心善，夏冬春为难时甄嬛出头，安陵容进宫这条路也是行不通的。选秀的是让甄嬛看出了她的窘迫，主动邀她去府里小住，甄家人的热心肠让从小生活卑微的她第一次感受到暖意。入宫前的那段时间里，说是安陵容坎坷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一点都不夸张，所以安陵容是真的打心眼里感激甄嬛。那时她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我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手的礼物，但姐姐的情谊我记心里了，就是想让甄嬛知道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当然这对甄嬛来说也很受用。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很多时候真的不在于你做什么，一句知情暖心的话就足矣。没进宫就没什么利益之争，你来我往，自然会让甄嬛和安陵容情谊升温。好不容易进了宫，谁知不平顺，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侍寝机会，没想到自己太紧张，被皇上直接退货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安父又遭人陷害，是眉庄和甄嬛从中周旋，才帮其洗刷了冤情，只可惜让尹修当了这个好人。甄嬛引荐，安陵容一举成名，得到皇上宠幸，在后宫才算有了容身之地。正是这样，安陵容在得到赏赐后，就巴巴赶来找甄嬛，并且特意告诉她送礼的过程，就是主动向甄嬛表明心意。在安陵容送礼时，浣碧奉茶让她难堪，她的那句姐姐要不喜欢我就不再侍寝是一样的用意，既告诉甄嬛我知道你对我的好，也提醒其他人我是知恩图报之人。都知道人性本是利己的，单就争宠来说，皇后会嫉妒，华妃不愿意分恩宠，眉庄看到甄嬛侍寝也会难过，安陵容会在意甄嬛的态度，这都是最正常的人性。先不说不侍寝这事做不做得到，但这个表态已经让甄嬛受用无比。所以收了浮光锦，甄嬛就已经释怀了，必定在后宫里若要论感情，姐妹情肯定比男人靠得住。这也是甄嬛转送浮光锦给浣碧的用意，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是让安陵容难堪，反而希望借由浮光锦堵住浣碧的口无遮拦。浣碧收了礼后明显就收敛很多，少了下人的多嘴多舌，也能让安陵容安心。只可惜安陵容看不透别人，也不了解自己，甄嬛自以为懂她的心思，却也无法探究到一个生活逼仄的人在普通的物件里藏着的深意。说回浮光锦，要知道皇后和华妃的地位都在甄嬛之上，后宫又是是非之地，有时区区一件小事或礼物被别有用心的人看见，保不齐又是一场风波。安陵容本就活得谨慎，留自己一点，其他宫里各送一件是最周全不过。在宫里得到皇上的恩宠，就是分其他人的利益，又是风头正劲时，安陵容这种胆小谨慎的人，为什么宁愿冒着得罪皇后华妃的风险，送给甄嬛2件浮光锦呢？当看到后面安陵容在御花园看到浣碧穿着浮光锦，三言两语就被丫鬟宝娟挑拨的心猿意马时，我才明白其中隐含的深意。安陵容除了真心感谢外，就像看剧吃瓜的我们一样，把礼物价格化了，价格化就容易站立场。要知道一件东西若有了明码标价，自然会被人拿来掂量比较，有比较就会有计较，
这样做的坏处显而易见。首先，你会考虑它值不值，甄嬛用就值，浣碧用就不配，这么一比较，安陵容自然心里会不痛快。其次，心里有怨言的人做起事来就会有失公正，本来礼物自己送的是心意，别人收的也是心意，可心态一不对，你就忘了它的真实属性，它不再是个简单的物件，各花入各眼，被赋予了更多的自己心理层面的东西，弄不好就容易道德绑架。第三，还会浮想联翩，最后失了人心。有了浮光锦的嫌隙，安陵容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信任甄嬛了。人惊世的皇后对甄嬛一直苦于没有机会下手，安陵容的摇摆不定正好是甄嬛的软肋。安陵容恨华妃扎了个小人泄愤，皇后趁机嫁祸甄嬛，轻易就把她收到自己的战队，成为一枚马前卒。要在浮光锦的事上，安陵容没有心生怨言，皇后的把戏自然很容易戳穿，与其说是皇后控制了安陵容，不如说是安陵容心甘情愿臣服。后来的舒痕胶事件、鼠疫风波、滴血认亲时的推波助澜，再多的友情也顶不住一再的诋毁。甄嬛出手杀他也是情理之中，只是一段友情走到如此境地，结局着实让人唏嘘。有时候送礼真不在数目的多寡、价格的贵贱，而在自己赋予的价值。大格局的人送包种子能长成花园，格局小的人再名贵的东西也徒有虚名。人与人之间是靠感情来维系的，并不是金钱和礼物。大多时候会混淆送礼的本意，本就是个心安理得的好事，但有了点付出就计较回报的时候，好事就变成了坏事。这和每个人的性格有莫大关系，自卑的人多是被动讨好型人格，遇事不愿意主动沟通，没主见还容易受人蛊惑，若心气再高点，要么内耗，要么腹黑。安陵容就是在看到浣碧穿着浮光锦的时候，心里长出的裂缝。其实她大可以问明甄嬛，表达自己的不满，相信以甄嬛的为人，一定会给她一个答案，没准以后遇到此类事就更能体察她的心情。可惜安陵容不是这样的性格，遇事总是不主动去说，还愿意在心里揣摩别人的心思。后来的很多事也都是这么发生的，怨气也是这样积攒下来的。甄嬛复宠后，皇上便冷落了安陵容。宝娟说，皇上去看望贵人，贵人与小主交好，也不提醒着皇上来看小主。安陵容心里开始默认，觉得皇上不来就是姐姐没帮自己。就连小吃货一枚的纯儿，随便一句话都能气得安陵容堵半天。在信任的人面前不明事，让对他好的人去揣摩他的心意，最后失了人心。在利用的人面前不挑明立场，以为这样精明，殊不知正好合了别人的心意，用起来趁手。就像华妃跟前的曹贵人，皇后跟前的齐妃，不都是这个下场吗？人际交往的准则也是送礼物风向标。那些内心坚定的人，只要是自己拿得出手，别人用得上，直接送就行。那种内心本身就摇摆不定的人，就不要送太贵重的东西，特别是对自己来说，当时都不太容易够得着的，这样的东西送出去，心里的期望值自然会变高。不说礼物会不会成为别人的压力，至少会成为自己心头的一抹朱砂痣，闹不好还百爪挠心，最后得不偿失。其实不管是哪种人，送礼最大的是诚意，真诚也是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礼物。一段让人最舒服的关系，必然是知分寸，懂换位，付真心。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